就差一下，本座的完美男友就要问世了。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！妮可回来了！谁？他就是当年叛出巫师协会的大巫师妮可，可不是吗？听说他的巫术天赋堪称9国第一，当年若不是执意叛离巫师协会，日后定能坐上至尊巫师的宝座。现在他成了女帝，恐怕来者不善。所以你来这里是为了找巫师协会借钱？炎灵国子民历经风霜，国库的钱早就用在他们身上了。而拍卖龙女的主办方是9国出了名的守财魔，他们只认钱不认权。这是传送阵法，可我为什么感受不到神性变动？这并不是神性的力量，而是巫术。有什么区别吗？巫术要追溯到虚界神灵时代，当时神明们集体飞舟，虚界只留下了他们创造的神国与万族繁灵。当时的万族并不知道可以通过修炼神性而变得更强，也是在那时，人族发现了早在神性之前就在虚界存在的古老力量——巫术。在巫师的世界观里，没有神性复杂的1到9阶，在这里，只要掌握一门初阶巫术，便能称作巫师；而掌握高阶巫术，便是大巫师。再往上，便是掌握近照的至尊巫师。泰勒家族之所以权势滔天，就是他们家族里有2位至尊巫师坐镇。这我倒是从没听过。林法官可还记得暮光城堡的那位吸血鬼女皇？她就是一位至尊巫师，掌握着召唤暮光虚龙的禁咒。至尊巫师大概对应什么境界？这取决于施展禁咒时所祷告的时间。客观来说，单个禁咒的极限足以媲美8阶巅峰，但巫术的代价是消耗自身的生机。没有哪位至尊巫师会随意施展毁天灭地的禁咒。知道为什么即将拍卖的龙女很受欢迎吗？9国教会从4000年前就妄图通过巫术创造一位受其掌控的神明，接下来只需持续炼化兽族血脉即可。而这只纯血龙女的血脉极为纯粹，若教会得到它，造神计划或会提前完成。女帝站在哪一方？林法官叫我妮可就好。以我对巫术的理解，造神计划这种禁忌法术背后的代价，或许超出你我想象。如今主神沉寂，未来会迎来持续数千年的安稳期，我自然不能坐视教会一手捅破这层和平，一切为了我国子民。解放兽族这个任务背后牵着东西竟然这么多，得找机会先下手为强啊！米歇尔·尼可，你竟然还敢回巫术协会！当年你叛离时，我在9国之外执行任务，今日我必惩戒你这叛徒！武灵天咒！够了！埃蒙德，他学走了老会长的全部巫术，又叛离了巫术协会，你为何要庇护这种人？跟我来吧，尼可大帝。你们可曾见过随本地同行的人？他们好像说要入册，走了。今时踏入苍梧城不到半日，就已经出现3拨人要得到龙女。苍梧市的泰勒家族、炎灵国的女帝、9国教会。如果真拖到拍卖开始那一天，想要在盘根复杂的众势力间带走龙女，几乎不可能。主人，那您准备怎么做？你叫我什么？您救了我好几次，是这个世界上除了哥哥之外对我最好的人。媚兽一生只会认一位主人，您就是我认定的主人。从此刻起，您是我唯一的主人，我愿意为您付出一切，包括生命，大人。现在我们去干件大事。做什么？偷龙女。要没规则压制，老子早把你大卸八块了！还没找到神主吗？神主不在，就靠咱俩还不被困死在这游戏里？感知不到神主的气息，先想办法活着逃走吧！精神点儿，买家们可不希望看到一个病殃殃的纯血龙女。我没认错的话，是大主教和菲尔大人吧？龙女拍卖还没开始，2位来的有些早。莉莉丝女士，
近来有太多不明势力暗中插手，教会已经等不及拍卖开场了。您不妨开个价，如何？无论多少金币，我们都能满足你。大主教，我确实视财如命，但是这一切都建立在公平拍卖的基础上。我们这一行靠的就是信誉，还请大主教不要为人所难。那就闲言少叙吧。敢截胡我们，动手！抱歉了，莉莉丝小姐，有太多势力盯上了这只龙女。真等到拍卖会内，即便我付出天价，最后也只会以一场恶战收场。教会等不起了。有人在我们之前行动了吗？哪儿也别去，等我回来。放心，我肯定尽力救回龙女。主人，我会一直等你。还要多久？这里是苍梧城，如果引出泰勒家族的至尊巫师，事情会麻烦很多。有些复杂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这是3重叠加阵法，必须要在3座阵法同时运转到同一处锚点时才能破开。是你，欺诈真言，重力篡改。就是你破坏了西曼费尔的一处饲养场，妨碍教会的计划，唯有死路一条。想跑，永远的沉沦在本座的幻象魔法里吧。无论你来自哪里，与教会作对的代价，都将让你追悔魔号。对我施展幻境魔法，重力篡改。怎么可能？你竟然在我的幻象魔法里没受到压制！压制。幻象的本质是欺诈，而你对欺诈的力量一无所知。狂妄！你不仅破开了我的幻象魔法，竟然还以我的幻象魔法为基础，对我2次叠加了自己的幻象！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你猜？九国竟然还有这等幻象造化的强者！虽然还不清楚苍铜城的至尊巫师为何迟迟未出动，但这里的动静已经闹大了，他们过来只是时间问题，我们只能先撤。通常记忆。这2尊6阶巅峰的怪物怎么会主动进攻苍梧城？用禁咒魔法，不能让这2只巨兽靠近城池。万焰天法！妈的！这种纯血古兽只会屈服于比其更古老的血脉。一会儿我想办法和爆破盘住他们，你们趁机逃走。比他们的血脉还古老的有哪些？恐怕只有归墟天意了。他们能以云雾为载体，幻化万物。可惜这个种族早已灭绝，找机会离开你。归墟天意，云化万物。我好像见过这个种族。万象神图给了我变换的能力，这种变换并不仅是外表的简单伪装，而是从生命层次上的一种临时步化。如果要变成归墟天意，将要透支海量的神性。你个废物，活下来也没任何意义。用你的身体给我们多争取几分钟的时间吧。这样下去大家都会死，选最没用的那一个为团队开路吧。这件事只有你能做，你很重要。我很重要。我才不是废物，我也在努力的活着，好不归墟天意，是万象神图。万象神图变幻莫测，他体内的神性被一瞬间抽干了。苍梧城里有人类的巫师，他们肯定有办法。2只巨兽回去了，你们是谁？竟然暂住2天，这些是报酬。
一刻要来杯热酒吗？圣女，喝口水。这位先生准备把我卖去哪里？我不打算卖你，我需要了解2件事：一，兽族沦落至此的原因；二，既然你是兽族圣女，为什么会被抓来这里？圣女，主人不是坏人。主人，请您过来一下。别搞小动作。这是我的种族天赋，共享意识。您不是想了解事情的原委吗？这位先生，这里就是曾经兽族栖息的地方。曾经，这里受主神降下的规则庇护，外来生灵无法进入此地。但自从12主神沉寂之后，这里的规则被不断弱化。从某天开始，越来越多的莫名生灵涌入此地。也就是说，曾经整个兽族的世界都是一场完整的神性游戏，而由于神性规则不断弱化，导致这片世界被迫与9国接壤，进而使2个游戏合并成了一个全新的游戏。龙祖，您唤我过来，有什么吩咐吗？此方世界的规则濒临崩塌，想要重塑这方世界，除了主神降下神赐之外，还有一条旁门左道。请您指示。人族的巫术，巫术是人族独有的力量，有着改天换地的浩瀚伟力。我年轻时曾结识过一个年轻的人类，他不仰仗神性，却能随手创造一片世界。那时的我只觉得此人意气风发，却没曾想会成为兽族唯一的活路。龙祖，那位前辈叫什么？我们只是萍水相逢，但9国是人族巫术的起源之地。如果他还活着，一定在那里。他会出手相助吗？万物生灵的敌人从来不是对方，而是头顶上的那些存在。这件事只能你去办。如果他还活着，你站在他面前，他才能看出我族的诚意。我一定完成使命。解放兽族的关键是找到一位能修复规则的人族巫师，我理解的没错吧？看来还是得见一面尼可呀。我出去理一理思绪，你帮忙照顾一下。出来见我。您终于召唤我了。虽然您的实力没有恢复，但这段时间您的作风依旧格外耀眼。哼，我沉睡太久了。你对虚界里的人类巫师了解多少？最强的巫师是谁？我听到了刚才那只兽女的话，巫术的确很强，也确实可以做到为兽族开辟一方世界。但您贵为主神，怕是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。哪一点？人与神的最大区别，人性。任何强大的巫术都要消耗大量生机，别说兽族，就算人类本族遇难，巫师们也足以独善其身，又为什么要出手呢？人性是这凡尘里最难琢磨的，也是最好琢磨的。且慢，我不是本体，只是借助上次交手时残留的一丝联系，不惜以施展禁咒为代价来见你一面。在我的视角里，只能看到你本人，看不到周围的环境。放心，倒是没有说谎。我活了不知道多久，不知从什么时候，我发现每隔一段时间，总会出现一群莫名其妙的人，做莫名其妙的事，然后莫名其妙的离开。后来，我给这些人命名为参与游戏的试炼者。你命名的试炼者？你刁德一逼林困也是试炼者吧？这场对话到此为止。你不想知道造神计划的初衷吗？造神计划就是为了掌握一个不由神性而由人性构成的神明。即便造出的这位神他暴虐肆欲，但我始终相信他会在未来某一刻产生一丝的悲悯，只要一丝就够。这一丝悲悯足够他在未来神战爆发时为虚界的凡灵留下一丝生机。你怎么确定你口中所谓的神战肯定会爆发？12主神沉寂，但他们麾下的神使没有。如果主神们继续沉寂下去，你猜那群神使们会不会征战曾经降下神图的神赐圣地？主神之所以称为主神，正是因为他们修炼出了自己独有的神之途径。而如今现成的12条神图就在神此圣地，即便现在安稳，谁能确保他们以后不会炼化万灵的神性为自身力量去征战神此圣地？这只是你的猜想。林坤，本座想问你一件事：如果你现在就可以离开这场游戏，你会阻止造神计划吗？或者说，你觉得万灵就应该什么都不做，原地祈求神使们不要征战吗？真名从不垂眉莲雾，世间断无这般如果。我怎么想并不重要，我怎么做也早已被规则框定。等你死后，我会为你寻处好地方建一座教堂。我最多把你轰成齑粉，以免万族啃咬你的尸体。神主，造神计划本就是一个笑话，他们成功不了的。9国教会没有错，
兽族生灵也没有错，错的是神性游戏。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选择。那如果是您，您会怎么选？